今年美国正式250了，那接下来的路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？有没有第三条道路？今天啊，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奇景，这种事儿怎么可以出现在美国呢？人们都有点恍惚了。那就是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，7月4号，在华盛顿啊，有一个组织蒙着面，举着旗，就开始游行了。我先不说他是谁，先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。他们统一穿着军绿色的卡其裤子和白色的上衣，而且有些人还穿着防弹衣，手里举着旗子，每个人都蒙着面。你想这是哈马斯呢，还是这个其他组织啊？不是的，他现在是美国的极右翼组织，叫做爱国阵线。他脱胎于谁，以及和老川什么关系？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哈。首先讲啊，你在250年周年庆的时候，怎么这些人能够堂而皇之的上街了呢？他们可是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民族主义者，这些人啊还酿出过人命。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起底一下这个组织是怎么产生的。它是在川普执政的第一任期2017年正式成立的，这创立者还是一个90后啊，我看了一下是28岁。你看小伙子28岁就创立这个白人至上组织，这个组织的总部就在德克萨斯州深红州。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理念绝不是仅仅是口头讲的啊，美国什么优先，什么美国至上，什么爱国阵线。他们说的非常具体，实际上是反对移民。无论你是南美洲来的，还是亚太来的，还是什么来的，哎，你根正苗红，他必须得是红脖子，必须得是这个白人，而且白人要主导这个国家。除了这个之外啊，他也反对很多的福利政策。他主张什么呀？大型企业，哎，我们就是完全的所谓市场经济。在这儿我们必须说一下啊，这个组织不仅仅是有口号，它也有自己的武装。虽然没有说扛着枪上街游，那个不用啊，因为他们很聪明，他们被打击过一次，学聪明了。在2022年啊，这家总部在德克萨斯的组织就去了爱荷华州啊，也有的是爱达荷州啊，这个具体大家自己查一下。他们也搞过一些活动。既然你都跨州了，警察在他们的车里发现了大量的防弹衣和武器。你说你游行就游行吧，你穿防弹衣什么意思？这说明什么呀？他们已经想好了啊，万一你给我来硬的，我也给你来硬的，至少我能打死你，你打不死我。你就可见啊，这些人呢，他绝对不是善类。那他们所谓的白人至上啊，反对一切的移民，会有人支持吗？他怎么能在华盛顿游行呢？现在这就是美国250年啊要面临的问题，到底是向右走还是向左走的问题。要想了解现在的美国呢，你必须要关注一个数据，就是选民，就是美国老百姓是如何考量的。我看了一下2024年这个总统选举的数据，选择哈里斯的是7500万票，选择川普的呢是7700万，也就差了200万票。这个差距啊，连1%都不到，说明了什么呢？川普不代表美国，哈里斯也不代表美国，真正代表美国的可能是另外没投票的是将近9000万选民。你看看，没投票的人都超过任何的候选人了，说明美国民众啊也在想，这两条道路都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给过你机会，你不中用，右的试过了，左的也试过了。那接下来就看呢，谁能提出来有一个第三条道路。不然的话呢，即使2028年民主党夺回来的这个执政权了，如果现在的路不改变，可能下一个川普啊也已经在路上了。所以说现在老美面临的什么问题呢？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儿来解决啊，
是贫富差距太大了，就是穷人和富人啊，根本就尿不得一个壶里，也过不得一块儿去。你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？美国建国前200多年，他没遇上过互联网时代和 AI 时代，而 AI 和互联网呢，就造成大量的这个两极分化。你看现在 AI 啊，替代的不光是劳动力，连很多白领他都失业了。所以说这些人就对政府不满，你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，必须得改主意，不然的话我们就选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极左。你看极左极右都不能解决美国问题的时候，那就看谁能提出新的策略呢？在这儿我们说一个新的动向啊，就是最近的纽约选举，就马姆达尼代表的那个叫民主社会主义啊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而今天川普说了，说他们是共产主义，实际上啊，共产主义跟他们不是一回事儿，这个纯粹就是一个污名化了，为了自己的选民而污名化对手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真正的独裁啊，它往往是威权政府啊，什么总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啊，什么统治阶级啊，打击所有的民众，监控民众。很显然，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它不是玩的这个主意啊，它突出的是什么呢？是加大对大型科技企业和垄断巨头的监管，这点我是赞同的啊。不然的话，这些人是越来越大，最后他的总裁啊，随时就可以给白宫打电话，甚至是登门就进白宫，甚至是白宫当了9岁，当了这个政府效率部的部长，这种事都出现过啊，这不去年的事吗？大型科技公司和权力走得太近，真正受伤害的那就是中产阶级和底层的老百姓，他根本不会考虑你的感受。所以说呢，这些垄断的科技企业肯定要受到更多的监管。当然这些人就讲啊，你监管我，我就不创新了。你放心吧，你加他点税，他还会创新的，因为只有创新才能带来超额的利润。真正阻碍创新的是他们失去安全，是对他们进行监控。所以说美国接下来的路线啊，我感觉凡是走中间路线，拢一拢才可能有这个发展的前景。但现在一个悖论就是，你任何的一个政客，你想团结大多数啊，都可能没有太多的人支持。所以说这就涉及了美国现在的问题，必须来一场危机，因为只有经历过一场危机，人们才会选择中间路线，不然的话大家都会越来越分裂，越来越撕裂，越来越认为自己的路才是正确的，对方就是反美国的啊，就是共产主义的，就是集权的。光扣这个帽子是解决不了美国现在的问题的。而且今天川普啊在华盛顿演讲的时候又开始吹嘘了，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强大啊，我们获得多少诺贝尔奖，包括那和平奖现在都没给我一个，他是心心念念他要获得那诺贝尔奖呢。问题是你现在这伊朗战争打成这样，一开始你忽悠伊朗民众说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你们应该夺回你的国家，那结果呢，他只是口头上的，没吓住这个伊朗执政当局啊，反而怂恿了很多伊朗普通民众上街抗议，而这些人后来啊大量的受被打击，命都没了。你就可见啊，老川确实忽悠了那些伊朗的民众。而今天他又说风凉话了，说昨天啊这个哈梅内伊去世举行葬礼的时候，那么多的伊朗人啊在上街开始哭泣，他们的眼泪是假的吗？他的意思是我受这些人这个骗了，你们自己的民众不给力呀。我感觉啊，如果一个负责任的政客，如果你想担起这责任，你当时怂恿人了，说的援助你没兑现，你是失信于伊朗民众的，你反思过吗？很显然他不想这样干，他反而认为啊，这是你伊朗民众你自己的道路。所以说这就涉及了中国很多事啊。老川口口声声说他爱中国啊，爱什么习主席，
但真正到了这个赴美生子那块的时候，中国人来美国生孩子一年也就2、3万人，但在他眼里啊，这就是美国的乱源，他要打击。而80%拉美裔呢，他却不敢提。所以这很多事啊，你任何细节去讲都没有意义，没有人给你讲理。现在的美国呢，7400万人，他就讲你应该讲我们的理。川普那些7700人呢，说你应该讲我们的理。现在所有的都是立场先行，而不是对错。所以接下来看美国的事儿啊，你就别看谁讲的对不对了，而是什么呢？他们是不是在寻找自己人？如果一直寻找自己人，这种分裂会持续下去。什么时候来一场经济上的或者是就业上的危机，人们才会寻求真正的支持，第三种的力量，才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美国人，完成一次美国道路的重生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个人观点啊，也不一定对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好吧，今天就直播到这儿。如果大家对于美国接下来的走向，您自己有什么认知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今天是第一次直播啊，很多话呢没有这个给大家说透，因为很多事儿也没法在直播里说。咱们接下来在节目里聊吧，再会。怎么关掉直播了？是不是应该打个叉号啊？哎，我看看大家有什么话说吗？